什麼樣的人最容易看不見神？不是無神論者，不是剛接觸信仰的人，而是天天看神蹟的人。是不是很諷刺？馬太福音16章1節一開場就很怪，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，請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。先暫停一下，法利賽人跟撒都該人在神學上是死對頭，一個相信復活，一個不信，一個重傳統，一個偏政治。但現在他們居然聯手，因為有一件事比彼此的差異更重要，那就是不想讓耶穌是真的。你以為耶穌會怎樣？好啊，那我再來一個更大的。沒有，耶穌反而說了一段超酸的話：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，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。白話翻譯就是：你們會看天氣 App， 卻不會看神在做什麼。然後耶穌直接下重話：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，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，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。接着耶穌就走了，這很重要。當人只想證明自己是對的，神蹟反而會停止。畫面一切來到船上，門徒突然發現一件大事，忘了帶餅。你可以想象那個氣氛。完了完了，誰負責帶糧食的？早知道停下來買一下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耶穌突然開口：你們要謹慎，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。門徒瞬間腦補成功，聖經說得很直接，門徒彼此議論說：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吧？意思就是完了，耶穌在暗示我們辦事不力。但你注意，耶穌其實在講屬靈危機，門徒只聽到生活焦慮，是不是也很像我們？耶穌這次沒有忍，你們這小信的人，為什麼因為沒有餅彼此議論呢？接着是一連串靈魂拷問：5餅2魚為了多少人？7個餅為了多少人？剩下多少籃？意思是你們不是缺記憶，是缺理解。終於門徒懂了，這才曉得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酵，而是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。酵是什麼？一點點，卻會慢慢滲透全部。法利賽人的酵是外表敬虔，內裡驕傲；撒都該人的酵是只信看得見的，拒絕超自然。今天的酵可能長這樣。只要我做得夠好，神就該祝福我。信仰不要太極端，合理就好。講愛可以，講悔改太重了，一點點而已。但久了，整個信仰都變質。不是你看不見神，而是你早已決定，只看你想看的。